为什么韩国人有种，台湾人没有？台湾人会继续假装没有发生什么事到什么时候？我们的尊严在哪里？为什么其他的国家有反共，台湾人不敢？你真的会假装这件事对你无关吗？很舒服的让别人保护你吗？我知道不好听，但是说实话，台湾人太习惯方便舒服的生活，习惯到很多人变成小俗辣。我先跟你说，这部影片不会让你很舒服，我不会跟你说哦，台湾棒棒，哦，民进党多好多好。今天你会生气，你觉得不舒服吗？那就好。你觉得被冒犯吗？这样非常好，因为如果你很舒服，你不会醒来。不要再找借口，不要继续讲台湾的状况是 OK 哦，反而不会发生什么事。今天我来告诉你别人不敢说的实话。如果你不敢听实话，不要继续看。台湾最大的敌人是谁？你觉得是中共吗？或是中共的同路人？我跟你说都不是，而是大部分的台湾人怕哦，我不想要碰政治哦，我不管，反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这样的人在台湾太多了。台湾最大的敌人是台湾人的沉默。南韩给我们看他们很有种。你知道南韩人不只是会觉得中共不好，他们有行动，他们上街头公开把五星旗破裂，而且是在中国大使馆面前。他们不管有没有监视器，不管有没有被恐吓，不管有没有后果，大学教授、学生不同年龄一起反共。他们敢说大部分的台湾人无法面对的实话，就是中共严重的渗透自己的国家，例如他们的选举、他们人民的思考、他们的学校，他们买下来政治人物、传统媒体、网红，一直在社群媒体上散播中共的宣传、中共的谎话。韩国人很清楚，所以他们抗议。在台湾大部分的人不清楚，还有一些人接受，但是台湾被渗透比韩国还严重，怎么可能台湾人没有反应？我们的尊严呢？韩国人要求政府反共，台湾人呢？台湾人批评政府，但是不是因为不够反共。韩国人拒绝中共的统战，台湾呢？有一些人还蛮想要被统战，大部分的人完全不管。你们会希望中国跟台湾统一吗？没差。我们在台湾到底在干嘛？韩国人真的会反抗外国势力干涉？那现在你跟我说实话，台湾人呢？你在身边有多少人会反抗？多少人不管？多少人害怕？我们什么时候要去自由广场或是凯道撕破五星旗？但是我们可以去凯道来批评民进党很独裁哦，你好勇敢，因为你知道没有后果，民进党不会对你怎样，所以你才敢。但是如果你觉得独裁不好，为什么你不敢公开批评中共？那在台湾这样的人非常多，不只是一般人民，政治人物、艺人、网红，通通不敢。或是有多少大的 YouTuber， 可能他们私底下是反共，但是不敢公开说。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公开反共，会有后果，你每天会被威胁、被恐吓，你完全不会有业配。而且说实话，台湾社会是严重的想要避免冲突，视而不见，冷眼旁观。可能你从小时候这样的态度是 OK， 但是时代有改变。然后我跟你说，风暴已经在这边，不管你有没有做什么，你管不管，你不得不面对风暴，不得不面对影响。因为说实话，中共不管你有没有低头，中共不管你有没有帮助他们，反而如果你低头，你帮助他们，他们会更严重的干你。不用怀疑，第一个被抓是像馆长或是钟明轩这些陪伴者。我问你，每次中共的解放军绕台湾进行军演来恐吓台湾，台湾人的反应是什么？没有反应。会上街头来抱怨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还敢说台湾不应该要挑衅中国，但是事实上明明是中共在挑衅台湾。或是我问你，有人把五星旗放在自己的车子里，在台北绕来绕去，台湾人会怎样吗？所以这些人利用台湾人的好心、言论自由，或是台湾人的恐惧来吃台湾人的豆腐。或是你觉得我们对牙牙太严重、太严格吗？真的吗？那你试试看去中国，在那边你当网红，然后提醒他们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，或是你支持台独，试试看，看看发生什么事。说实话，台湾对牙牙太温柔。我好奇，国民党不是支持中华民国吗？那我很好奇，中共在威胁中华民国，想要毁灭中华民国，为什么国民党乖乖闭嘴？
嘴？为什么同时有时候会批评民进党是台独，有时候会批评民进党不够台独？国民党看到5星级上台北的街头，为什么没有反抗？为什么你不爽还不会做什么？为什么大家都不想要面对这件事？为什么要避免冲突？是太和平吗？或是没种？我顶多会看到是有人会觉得这个好夸张，就这样面子了。或是中共的国台办说对台独可以判断死刑的时候呢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抗议？政治人物、网红、艺人为什么乖乖闭嘴？或是更仔细的看，为什么钟明轩去中国说中国很棒，不像媒体说的一样？他们人民真的没有像新闻上面说的一样。他看到真正的中国，即使中国很发达、很安全，人民很亲切，这个假议题，因为问题不是中国，是中共。但是为什么钟明轩一直都忘记提到一件事？中国6亿的人月薪不到台币4000块，这个不是我说的，是李克强说的。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，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，可能租房都困难。那钟明轩怎么忘记这件事呢？钟明轩是对中国人民很好，或是对中共很好？钟明轩怎么刚好也忘记提到中共盖的豆腐渣大楼，或是故意不会说中国今年失业率？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国。为什么台湾媒体会让钟明轩发声，但是比较了解中国像李明哲都不会？传统媒体不会问他真正的中国是什么？钟明轩或是馆长去中国7天，回来告诉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中国。这件事已经很严重，但是最严重不是这个，最严重是他们这样做，你乖乖闭嘴，这些人还哭哭转自己是受害者。我跟你说，我已经3年每天被恐吓，每天都被骂，3年没有一个业配，但是我不会像你们哭什么哭了？为什么台湾的传统媒体、政治人物、艺人、网红都不会提到新疆的集中营？为什么不会提到西藏或是香港、澳门，或是中共对台湾的军演？政治人物乖乖闭嘴哦！台湾艺人说中国好棒棒，网红造成台湾社会的分裂，还有中共的水军每天帮你洗脑。但是等到有人公开说这些事情，反而会被攻击。如果你为台湾发声，如果你批评中共，你就是一个民进党的侧翼。民进党的侧翼，民进党的侧翼网军都是民进党侧翼，靠着整天那些侧翼，先是民进党的侧翼，民进党的网军。说这样的话好勇敢，因为没有后果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试试看批评中共，这样你不敢，对不对？或者更夸张，馆长还想要说服你说没有敌人，制造一个他妈根本不存在的敌人，就没敌人了。敌人应该是民进党吧？所以我问你，你会低头到什么时候？你觉得中共有一天会觉得算了啦，因为他们好好低头，所以我们不要管他们？你真的这样认为吗？但是说实话，你觉得最严重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什么呢？或者应该是说，让我最难过的，我每天奋斗，每天努力，是为了一群不想要被帮忙的人，这样值得吗？在台湾反共的人有多少？而且那些人过得怎么样的生活？你公司、你朋友、你家人会支持你反共吗？我亏钱吃的我反共吗？因为说实话，有蛮大的一部分的台湾人好像不管这件事。如果你看我留言，很多人会一直重复我比台湾人更爱台湾。这件事不是说的我多厉害，而是让我想到为什么台湾人不够爱台湾。中共每天统战，台湾人管吗？不是故意想要避免这个话题，更不用说抗议。台湾人民有没有要求政府提高国防预算，或是全体人民的军事化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台湾当兵是有用吗？你觉得只有台湾男生当兵 OK 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件事不是因为我想要战争，而是因为我想要避免战争。我很乐意在台湾当兵，你呢？而且我觉得最严重，为什么在台湾大部分的人不会讨论这件事？不只是没有讨论，是不想要讨论。而且如果你讲的，你就是侧翼，连那些侧翼，你到底有想到台湾的未来吗？你觉得如果你只有看你日常生活，你不关政治，中共会忘记你吗？我牺牲了我陪阿嬷打菜过世的时候，因为台湾，但是你觉得台湾是归岛，这样值得吗？你还在吗？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，你生气，恭喜你，代表你在意，所以希望你订阅或是变成我频道会员，还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，让小绵羊变成有尊严的人。你什么时候
候会醒来，或是你要等到变成第二个香港，或是第二个新疆。你知道韩国人为什么破裂5星级吗？因为如果今天没有这样做，明天可能会在自己家升级，而且因为他们有种抗议，他们不怕他们家人说什么，他们不怕他的同事、同学、朋友说什么，但是恐怕在台湾不一样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共想要毁灭中华民国跟台湾，这件事是公开的，不是什么秘密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但是中华民国派跟台派比较喜欢跟自己打架。那我们打架完之后呢？你觉得中共会做了什么？你觉得台湾社会的分裂对谁有利益？中共已经在统战，然后你没有在做什么？中共对台湾的危险比韩国还严重几百倍。为什么韩国人有危机感，台湾人没有？为什么韩国人比台湾人还有尊严？是不是台湾人受到白色恐怖40年的教育之后，就觉得台湾就是这样，就是鬼岛，反而我们没救？为什么台湾人怕？为什么台湾那么多网红是假和平，还敢假装是受害者？而且最重要，我在台湾干嘛？我干嘛要保护台湾？如果我说实话，我被恐吓，这样值得吗？家人跟我说不要继续拍这样的影片，但是我还要看钟明轩哭哭，因为他怕出门。我就收到了海量式我不曾体会过排山倒海的大量攻击，导致我的工作莫名被取消。合作厂商不理解，被前经纪公司协商提前解约，每一天都睡不好，但还是靠意志力维持频道更新，最后还自律神经失调，全身长满荨麻疹，好几个礼拜不敢出门，每天只敢待在家叫外送，下去拿餐点还要全身包紧紧，戴口罩戴帽子。最痛心的是，我的朋友到现在依然相信那个版本的答案，正版的不听，要去听他盗版的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台湾的反攻 YouTuber 决定要放弃，那一天会发生什么？我真的蛮生气。为什么韩国人了解统战已经开始，但是台湾人只了解沉默？为什么韩国人生气，台湾人没有？为什么台湾人怕被说是恶意，或是故意不想要了解政治，或是更好笑，会觉得在挑衅中国？我们不要挑衅他共谋。中共只需要一个东西赢了，大家都沉默乖乖。而且如果你反共，反而大家都会觉得是你有问题，而不会觉得是你很勇敢。避免中毒比保护自己的未来重要吗？或是有人在国会保护台湾的主权，你只会看到他们打架很丢脸，但是你有认真的了解在那边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在台湾大家都讨论你是蓝绿白，而不是你不是红？有一件事，说实话，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不够了解，是台湾不是一般的国家，中国也不是一般的国家，我们状况并不增长，你没有办法活在自己的泡泡里。到这几年好像没问题，但是这几年有蛮大的变化，因为统战已经开始，从传统媒体、政治人物、网红等等，因为他们想要看看我们的反应。如果对最基本中共渗透台湾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反应，如果真的有武统呢？如果你想要对民进党抗议，你要求他们更厉害的准备反共、投资国防，跟教每一个台湾人怎么保护自己，全体人民军事化，而不是什么绿共跟其他的废话。而且你知道沉默的后果是什么呢？你觉得如果中共控制台湾，你的生活是跟现在差不多吗？你觉得投降的后果是什么？你问问看香港朋友、西藏、新疆、澳门，他们没有自由，他们没得选，不能后悔。但是你有，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能做，因为他们想要你这样认为，但是是假的。你知道我今天还在台湾，也是在冒险我的生命吗？但是我乐意保护台湾，不是拍片而已，是用我生命。你有吗？而且最严重，我这样做怎么会被批评？你不觉得很丢脸吗？所以你要做决定，你要当小绵羊，或是你要反共，没有灰色地带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，你可以订阅或是变成我频道会员，还有在你的 IG、FB 最分享，让其他的人也参考这些想法，还有留言跟我说你怎么看这件事。无论如何，谢谢你没有闭嘴，谢谢你反共。我是黑厨师，726见。记得，邪恶之所以得逞，是因为好人是所旁观。Adore